学习语言采用了和人类完全相反的方式，它不是先去理解概念、经历、本质，而是直接从使用结果出发。我们写的文章、说的话，在报纸上的这个文字、评论等等，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我们来看 AI 学习语言。AI 学习语言采用了和人类完全相反的方式，它不是先去理解概念、经历、本质，而是直接从使用结果出发。我们写的文章、说的话，在报纸上的这一个文字、评论等等，都是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概念、经历、本质，然后具体把它使用出来，写成具体的结果。它们是语言规律的一个个现象、一个个例子、一个个实际的使用结果。在有了这些例子、有了这些现象后，神经网络通过庞大的这些现象资料去发现这些现象之间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规则、本质、概念、经历等等，让我们写下了这些句子。我再重复一遍了，这个规律就是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规则、本质或者是概念的指引，让我们写下了这些句子。我们写这个句子的时候，它必然是有规律的，不然人类也不知道怎么使用文字了。不是每个文字都是完全独立，每篇文章互相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根据一定规律去使用文字的。这个规律有一部分就是概念也有什么世界常识啊，也有语法啊等等的。我们实际来看比如说钢铁的铁这个字，它是用来指代一种金属。那我们也在狼人杀中会看到有人会说这个人一定是大铁狼，在这里我们也用了铁这个文字符号。成语斩钉截铁中也有铁这个文字符号。直播间里每天都有人喊老铁，这里也有铁这个文字符号。有人会叫朋友咱们是铁哥们，这里也有铁这个文字符号。还有很多很多。同样一个铁字是什么样的规律指引我们在这不同的句子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使用这一个相同的符号呢？那就是铁字背后指向的语义、语法、世界知识、常识、语言使用的规律在这些场景、这些句子下，我们应用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文字指向的语义。比如说铁，它指向的语义是钢铁这种金属，然后根据这个金属引申下来的有坚固的含义，有牢不可破的含义等等这一些引申的含义。 AI 在这里总结语言规律的这个过程，它很像牛顿在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一些天体运行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在他之前的什么伽利略哥白尼一天天观察天体记录下来的这个观察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是本质的万有引力定律表现出来的一个个现象，一个个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个实例。牛顿就是看到了这一个个现象，找出了这些数据之间都遵循万有引力定律这一个规则、这一个规律。类似的，在语言学习中，这个规律的一部分就是语义。只嵌入这一层，就是找到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找到了语义。人类找不到，是因为没有这么强的运算处理能力，大脑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超多的因素之间的关联，所以只能靠感觉进行模糊处理。这个语言学的规律说了很多次除了语义之外，它还包含了什么世界常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日常想要去使用文字，想要说一句话之后，它背后蕴含的那些知识等等的这一些东西，只要有足够多的背后规律的现象，一个个个例，只要足够多，我们就能用足够精度的神经网络去把这个规律找出来。至于为什么呢？在之前的关于神经网络的视频里面有做详细的阐述，可以看一下。当然会有情况是找不出规律的。第一个是没有规律，比如说无理数派3.1415926这个数字重复是没有规律的，你让神经网络去总结，它也总结不出来，它只能背，因为它本身是没规律的。第二种情况呢，很有可能我们收集到的现象，它只代表背后原理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现象没有被我们收集到，那总结出来的规律就代表不了它背后本质的规律。在物理学历史上很明显就有牛顿力学它只能在低速环境应用，相对论才是高速环境下的情况。牛顿观察天体运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些在高速情况下的现象，他只总结了一部分现象，所以他总结出的规律不能对应出背后的本质。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神经网络都能把这个背后的规律给抓出来。
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计算机 AI 神经网络理解了语义，实质上就是完成了向盲人描述颜色的任务啊。AI 是没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的，它看不到颜色，它没有经历颜色，它也没有颜色的概念，但它却理解了红色。从 AI 的现象来讲，我们已经完成了向盲人描述红色这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做不了，而是能力不够。上下文相似的词，极义也相似，一个简单的观察，但恰好 AI 利用这个观察，利用自己优势的能力，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下节再见。想了解 DeepSeek 更多的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